大坤末年，各路藩王起兵，天下四分五裂。忠臣良将，妻女背负，押往苦寒山流放。押送女囚途中，遭遇山中野兽袭击，押送衙役仅存1人。刘大人，你醒了，快，刘大人再喝点水。我不是在大学历史课上打游戏吗？怎么穿越了，还成了个押送犯人的衙役？他们全死了，就剩我一个。求求你，别丢下我们！按照这原主的记忆，大坤亡后，外面人吃，这帮千金小姐离了我，在这山里一天都活不了。可这古寒山猛兽成群，我自己也是个死啊！触摸棒棒系统绑定成功。功能1：触摸物体获得能力。功能2：触摸物体获得情报。金手礼包，今日触摸次数3次。触摸棒棒棒，你这名字正经吗？触摸就能获得力量，那我要是忘了就……大人您去哪儿？刘大人不管我们了，我们要死了！触摸成功，获得成年老虎全部力量。当前力量，2人1虎。刘大人把这大虫给摸死了。我的力量，哪怕是穿越到这大坤已亡的朝代，也有自保的力量了。敢在我头上拉屎！获得情报：山脚下有废弃村庄，原住民因受群屠村而迁走，目前无人居住。这大虫怎么也有500斤吧？它居然一只手扛起来了。大坤已经亡了，外面恶殍遍地，山下有个废弃村庄，想活命的就跟我走。我们跟你走，你不要丢下我，好吗？有了这系统，这帮美人说不定真的能带活。到时候在这山里，岂不美哉？哟，没想到还是本家呢，这倒是省事了。以后这就是我的大本营了。这刘家村以后就是家了。天黑之前，把能住的屋子给我收拾出来。还有，刘家村没有囚犯，你们以后都是刘家村的村民了。这地方破破烂烂的，怎么住人？有意见？少说点，我们现在都要靠刘大人才能活。姐妹们，快动手，捡木头补墙，铺干草打地铺。获得新能力根深蒂固，触摸大树可吸收生命力，伤势恢复速度最高提升1000%。摸树就能回血，以后只要身边有树，谁能弄死我？有了回血加上虎的力量，活下去不是梦。但当务之急得让这100张嘴先吃上饭。刘大人，您先吃。苏婉清，你差不多得了，堂堂丞相千金，给个小卒端茶递水，脸都不要了。你也别觉得叫你一声刘大人就是官了，听我的，等我夫君平反，少不了你好处。你疯了？你想死吗？你就是暂时被流放，你这个贱民竟敢！还有谁想出去吹风的？虎肉最多撑3天，得赶紧搞到更多吃的，明天上山看看。看来还是没认清现实。好冷，对不起刘大人，我错了，求您让我进去，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这高官女眷变脸就是快，不愧是以前就是见风使舵的主，以后给我老实点。就这点东西，100张嘴塞牙缝都不够。获得情报：前方3里800斤野猪王出没，处于发情期，当前受重伤。800斤，真是天冷了就送被子，这头猪今天耶稣也留不住。刘大人一个人进山太危险了，姐姐，我们跟上去。走。
找到的食物分了吧。今时不同往日了，无论我们以前身份多高贵，从今往后都得跟着刘大人。跟着他？他就是一个衙役，你以为他很了不起吗？他受命压着我们来古寒山，说难听点的，他也只不过是一个被流放的衙役。就是，他这一生不吭丢下我们上山打猎，万一他死了，我们怎么办？考虑过我们没有？大坤亡了，以我们的身份，要是回到城镇，用不了1天就被抓去青楼。那些反贼只是为了自己所谓的名声，才将我们流放。刘大人，你可一定要平安回来啊！虽然说这野猪受了伤，但处于发情期的野兽就是个炸药桶，不能硬来，得从受伤的侧腹下手，一刀结果他。林芊芊、赵英这2个蠢女人，跑这里来是嫌命长了。他好像叫我们走，这野猪不简单，我们不要给刘大人添乱。走了。畜生，你刘爷在这儿！刘大人，刘大人，我来捉你！畜生，今天你刘爷说了算！刘大人小心！操，手骨都给我干断了，跟冲刺的野猪硬拼力气真是找死！要不是最后这一刀砍准了，今天真得交代在这儿。刘大人，你没事吧？谁让你们偷偷上山的？下次再敢乱跑，腿给你们打断！我们只是担心刘大人的安危，赵英甘愿受罚。还好有根深蒂固，断骨都给我接回来了。只要身边有树，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他的手刚才不是断了吗？摸了一下树就好了，这还是人吗？这是。这野猪怎么也比之前的老虎重？怎么看都有几百斤，居然一只手扛起来了！愣着干嘛？跟上！回去晚了一口都别想吃。那是什么东西？大人，这野猪也太大了！愣着干嘛？生火切肉，今晚敞开了吃！想有梦无限风光。流放这些高官女眷的反王，估计做梦都想不到，他们为争权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我在这大口吃肉，100个美女围着我转，这日子皇帝来了都不换。光吃不干可不行，是时候立规矩了。大家听着，从今天起，刘家村按劳分配，修房子、开荒地、打水、拾柴，全都记贡献，贡献高的跟我一样想吃啥吃啥，住最暖的1号房。好吃懒做不干活，还摆贵妇人架子，我要现在流放，滚去4号房喝能照出人影的清汤。刘大人，此举不妥，我等都是遭了难的弱女子，怎能用食物逼我们干下人的粗活？是啊，我等可都是金枝玉叶，十指不沾阳春水。是吗？传出去让人笑话死，这是有教养的千金该做的事？瞧瞧你们一个个的，都把自己活成啥样了？应该是这个臭衙役伺候我们，而不是我们去伺候他。看来这些享受惯了的贵夫人是不知道什么叫人间疾苦，平民百姓哪个不是靠自己手吃的？想不干活就有事，想得美！你还想动手不成？等平反后，我定要让我家老爷将你问斩！你这不知好歹的蠢妇，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刘家村，不是你的红军
怎么敢？不要忘了你的身份！外面多少人易子而死，你忘了？从京城过来那一路上的白骨，你忘了？要不是刘大人心善，带我们找到这地方，打了这么大一头野猪回来，咱们现在早就成了路边的白骨，野兽的粪便。前天晚上我一个人被关在门外，趴了半夜，我冷，我饿，我怕被狼叼走。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就一个念头，活下去，让我做什么都愿意。所谓的身份，所谓的名声，一文不值。刘大人给了活路，给了肉吃，你在这挑三拣四，妖言惑众，你是想害死我们所有人。李思思，你们，刘大人，我乃朝廷册封的侯爵夫人，还这么侮辱我，你必须给我公道。等我夫君病返，你待如何？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第一，你夫君现在是个死人了，老子去他坟头撒尿，他都不敢放个屁。第二，在这里，我就是规矩，再多说一个字，我不介意让那头野猪多一个伴，给大伙加餐。赵英、陈夫人，还有跟他闹的那几个，今晚口粮全取消，铺盖卷吧扔到4号房去。明天任务翻倍，干不完别想吃饭。是。放开我！你们不能这样！看来规矩是立下了，都散了，该干嘛干嘛。都怪你，非要去出那个风头，放着好日子不过，连谷物汤都喝不上。我也是为了大家，尊严能当饭吃吗？能挡风吗？一整天没吃东西了，我不想死在这破屋里。刘大人，奴家错了，奴家真的知道错了。大人，外面会冻死人的。晾着，不弄点下马威，改天一个个都骑我头上。奴家就是个醉囚，是个贱婢，求大人一口冷汤也行，求您了。思思，在。开门。吃吧，明天干双倍的活，干不完连骨头都没有。以后别犯傻了，能活着已经是恩赐了。是，奴家一定好好干活，一定听大人的话。行了，回去你本来的屋子那睡。谢大人，谢大人。好冷啊！大人，婉清身子冷，求大人帮婉清暖暖。这丞相千金的皮也太嫩了，滑得跟豆腐似的。我这一虎之力就是个人形暖炉啊，难怪一个两个都往我身边凑。来了，丞相千金主动亲我，不能动，装睡。大人，你好偏心，只给婉清姐姐暖手，芊芊也好冷呢。芊芊妹妹，你什么时候醒的？姐姐都能做，我凭什么不能做？难道只有姐姐冷，芊芊就不冷？小声点，刘大人今天上山打猎很累的，不要把他吵醒了。好家伙，左边丞相千金，右边侍郎之女，两个都为了我争风吃醋呢。刘大人，我不是故意的。吵死了！都给老子老实睡觉！这刘大人不仅没生气，还允许我拿他取暖。大人的怀抱好暖，芊芊也觉得暖。苏婉清那个狐狸精，我可没输。
这福利也太好了，到底是睡呢，还是不睡呢？这下子真是来日方长了，但外面上百个高官女眷得靠我养着，这100张嘴，光打猎不是长久之计，当务之急是把地里的粮食种出来。这地跟铁一样，怎么种地啊？半个时辰了，连泥都刨不开。不行了，这哪是人干的活儿？我宁愿去挖野果呢。干不完没饭吃，干不完没饭吃。指望这帮千金小姐开荒，等他们刨完100亩地，黄花菜都凉透了。顶梁柱还得自己来扛，看看今天能摸出啥吧。获得新能力，生生不息。触摸种子或作物可缩短成熟期50%，产量提升300%。缩短1半的成熟期，产量翻3倍，那岂不是说正常4个月才能收的粮食，2个月就能收，而且还是3倍产量？这才是真正的逆天神技啊！有了这玩意儿，还怕100张嘴吃不饱？刘大人，那梨架子已经松了，用不了。要会用脑子。那也拉不动呀，这种地上拉木梨得用牛。天啊！刘大人这身体要是在军中，可是有将军之姿啊！刘大人，我来帮你。不用，正好今天没活动身体，当热身了。起！他一个人拉动了。刘大人一个人比我们100个都快。累了就摸根树回个血，我就是永不停机的拖拉机。大人，歇歇吧，您一个人开了5亩地了。大人，芊芊给您擦汗。地开出来了，明天播种，我会让你们知道，跟着我，这块死地也能长出粮食来。这几天姐妹们起早贪黑，也才捡到这么些麦种，但现在这天气，能不能种活都还不知道。要是种不活，可就没饭吃了。刘大人再厉害，也不可能每天都能打到猎物回来，而且上山太危险了。都看清楚了，种子之间要留1指宽的距离，太密了长不开，太细了浪费地。对不起，大人，我不是故意的。行了行了，退后面去，别帮倒忙。大人，这些种子虽然放了些日子了，但饱满的还不少。不错，帮我分了吧，把好的挑出来。大人，芊芊没力气了，抱抱芊芊嘛。这个小丫头的手段真是越来越不讲究了。不行，在场上百人每一个都是宅斗高手，得想点办法，不能被比下去了。这小蹄子真能装，我也得想点招才行。站好了，别摔着。生生不息，发动！大人，这块更香。大人，这块是里脊，嫩。5亩地全种完了，用不了多久，你们就能吃上白面馒头、白米饭。真的吗，大人？真是大人，果然没错。生生不息到底行不行？明天天一亮就知道了。
也不知道那些种子发芽没有，浇完水还得回去做早饭。天哪，苗子全都长出来了！这也不可能啊！昨天才种下去的。婉清姐姐，我不是在做梦吧？就算是梦，能让100人同时做梦，那也是神迹，是真的，一夜之间全长出来了，这怎么可能？刘大人不是凡人，他是天神下凡，是来救我们的福星啊！天神下凡，刘大人是神仙。大人，我们信您，跟着您这辈子不挨饿。哭丧什么？几根苗子就把你们吓跪了，都给我起来！在这里，我就是你们的天，神仙不管的饭我管。天王老子要你们死，我让你们活。但谁要是敢给我偷奸耍滑，有二心，我能让这地一夜长出粮食让你们吃饱，也能让你们一夜之间流落街头，食不果腹。明白了，我们都听大人的。都给我站起来，跪着能当饭吃。苗长出来了，不浇水不除草，2天就全死光。大人说了浇水除草，还愣着干什么？就像大人之前所说的，从今以后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做得不错，大人是对的，我们之前一直都娇生惯养，要是现在还不能学会自力更生，只会死得更早。大人管不了所有人。2个月，这些苗就能收粮，在那之前盯紧他们，谁也别给我添乱。又裂了，怎么又破了？这破囚服穿了快2个月了，都快成渔网了。大人，姐妹们的囚服京城穿到现在全烂了，再干2天，怕是连块遮身的布都没有。再这么下去，还不等冬天来，他们就先冻出病。衣服这事得马上想办法了。当然，我也不是想要为难大人你，姐妹们自己会想办法的。毕竟这里就你一个男人。都停手！你们这衣服破成啥样了，自己心里没数。最近天气越来越冷，别等下全冻趴下了。我进山替你们找路子去。你们老实待村里把苗看住了，谁都不准跟着添乱。大人，山里危险，我跟你一起。带着你的护卫看门去。比起你们穿着渔网冻死，山里的畜生算个屁！原来大人这么在乎我们，一路上给我们吃的就算了，现在还要为我们的衣服发愁。这蝴蝶长得这么花里胡哨的，肯定不简单。获得情报：西南5里有一片桑林，树上有大量蚕茧，附近山洞藏着一窝山鸡。桑林蚕茧，有了这东西就能缫丝做布，连山鸡都送上门了。得回去喊人来，衣服的路子成了。哈哈哈！天哪，这些白白的圆球是什么？是蚕茧。大人，有了这个就能缫丝。大人，芊芊够不着。这丫头真是看少一眼都不行。大人，你怎么了？大人小心，树上有人。别动。饿了吧？下来自己吃，我不害你。你叫什么？怎么一个人在山里？我叫巧娘，以前在尚书府当织女，尚书被抄家后，我就一个人逃到山里快1个月了。织女？那你会缫丝织布？当然会，宫里什么手活我都会。以前娘娘的衣服都是我做的。来的正好，我管你吃住，你跟我走吧。啊！可是我1不会打猎，2不会，你不会是想要我给你做妾吧？宫里出来的脑回路都这么新奇吗？你就把这些蚕茧给我变成衣服就行。大人，这批丝做大件衣服不够，连一件裙子的料都差得远。搞得我连杂草都来不及拔，就抢着来排队了呢，整了半天白费心机。所以忙活半天把这村里的破织布机修好了，还是穿不上衣服。做不了裙子没关系，先做贴身的。贴身的，就算这薄衣也不管用呀。薄衣才够做几件，做肚兜。做肚兜？刘大人不是正经人吗？怎么突然就要做肚兜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吗？肚兜最省料子，还贴着身子最暖和。先把最急保暖问题的解决了。巧娘，动手吧，这批丝线能做多少是多少。放心，我是正经人。大人，这式样的做好了，
这第一件先给谁呢？这第一件给小莲。给我？修残棚搬木头主间的时候，别人歇你没歇，多劳多得，这就是规矩。多谢刘大人，我一定会用心干活养活自己，不给刘大人添麻烦。巧娘，你是功臣，这是你的。赵英，搬木头护卫辛苦了。婉清，两头跑没你转不起来。我呢？我也在天天干活。你嘴最碎，腿倒没停过，勉强算有功。哼，本来就该有我一件。想穿新的，拿本事换。都散了，明天谁起不来干活的，扣工时啊！想要什么都得靠自己双手努力换取。大晚上的去哪儿？出去透透气。别看，求你别看！大半夜外面滴水成冰，你出去不是要脸是找病！少废话，躺好了。大人，这种污秽东西怎么能让您碰？一件裤子而已，怎么叫污秽呢？月经是正常生理现象，每个女人都有。裹好别动，我去洗。月经，生理又是什么？女人1个月来一次，不是叫月经叫什么？少废话，躺好。又是他，明明我都这么努力了，为什么每次他最伤心的都是他？哭啥呀？不就一条裤子吗？明早就能穿，你一点毛病都没有。你这是受封建压迫太久了。女人来月经有什么稀奇的？他可以嫌我脏，可以烦我，可以丢我出去，可他偏偏自己去洗了。会种地可不够，这山里再蹦出个狠货，我不可能次次拿命硬扛，得找点更快更狠的。这花豹速度快得像道影子，但只要摸到它，这身速度就是我的了。果然够快，那就借你这身本事用一用。获得花豹全部力量与速度，力量2人一虎一豹。虎的力量加上豹的速度，这回碰上兽群，我也能全身而退了。今晚加餐，吃豹子肉。真的是，太好了，有肉吃了！张嘴，今天的活没偷懒，这片参刚从山上弄来的，给你了。我就知道他不可能只安稳待在一个人身边，回来就到处喂，这样下去哪还得了？光守村子不够，周围地形不摸清楚，若是群野兽蹲村口，哭都来不及。芊芊、巧娘、赵英、婉清，跟我走。是，大人。大人，这飞鹤山比起孤寒山还要瘆人呢，经常听到这边有熊叫和虎啸声。那更得去了，要真藏了什么东西，等他摸到村口就晚了。获得情报：西南方1里处有天然温泉。温泉还带滋润效果，不过这帮女人也很久没洗过正经澡了。我刚刚在西南边听到有水声，可能有温泉，过去看看。水声？我怎么听不见？刘大人说有，那就是有。深山里能藏人也能藏兽，先排查了再说。走。还真有温泉！刘大人，你耳朵是传说中的顺风耳吗？温泉的声音你都能听到？哎，我也只是猜的啦。运气好，运气好。要是能在这里洗一回，这身上的汗和土就能去了。都别愣着，我去外边放哨，你们放心洗，谁敢靠近我剁谁。刘大人，你真要去放哨？不然呢？我是正经人，不要用你在宫里见到那些龌龊的思想诋毁我。对不起，刘大人息怒。知错就好，快洗吧。啊，太舒服了。小点声，别把刘大人真招回来。回来咋了？他要想看，天天都能看。刘大人是正人君子，所以说你根本不懂他。但愿他真在放哨。我这不是偷看，我这是高点警戒。万一水里窜出来个蛇，我也好第一时间动手，顺手看2眼，那属于工伤。
流鼻血，先看完再反省。刘大人，我们洗完了，你出来吧。刘大人，你鼻子下面那点血哪儿来的？刘大人，你鼻子下面那点血哪儿来的？难道刘大人刚刚是在……哦，这个呀，刚刚巡逻的时候摔了一跤，小事小事。走，回村。他们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这是洗过澡了吧？皮肤都在发光。不可能，刘大人说过，井水只能用来灌溉农田。谁说的准呢？他们几个平时跟刘大人走得那么近。都停一下！山里发现了天然温泉，以后分批去洗，每次10个人，赵英带队。还有，为了安全，温泉4周的警戒由我亲自负责。亲自负责？他意思是每批洗澡他都在旁边看着？大人说是为了安全，鬼信！这温泉以后就是最大的福利点，谁表现好谁先泡，比发肚洞还管用。女人嘛，最爱干净了。大人，洗完了。大人，你以后巡逻的时候，能不能只看芊芊一个人呀？胡闹！我是去看安全隐患的，不是去看你吸水。你就是偏心，你看别人看那么久，看我就一眼都不舍得。你这丫头！大人，芊芊刚洗完澡，你闻闻芊芊香不香？这小妖精是要我命啊！大人，忙了一天了，喝点汤暖暖身子。你又来抢人！芊芊妹妹洗完澡不去睡觉，挂在大人身上不怕着凉。我就不下来，今天谁来都没用。左边按得我快升天，右边勒得我快断气，这日子到底是享福还是受罪啊？大人，这几天村里的田地粮食长得不错，日子总算是有了盼头。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要你们自食其力的原因。你们都是高官女眷，要是还不能学会养活自己，可活不下去。不对，有人在盯着村子，至少30个，汗臭味混着血腥气，不是猎户，是流民。婉清，大人，你现在转身走回去，把赵英找来。不要跑，不要喊，慢慢走。弟兄们看到没？满村的粮食，满村的娘们儿，就一个男人看着。大哥，进去就抢，这么多娘们儿，兄弟们3天3夜都玩不完啊！那是自然，玩完再吃了。等天黑就动手，就一个男人，老子一刀的事儿。村外至少30个流民，全是饿疯了的亡命徒。赵英，把所有人关进1号和2号木屋，门窗全堵死，没我命令不准开门。是。大人，他们30多个人，你一个人。听话，进去就别出来，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许开门。大人，万一……没有万一，今天这村口，除了我，谁的血也别想见见。小子，识相的把粮食和女人交出来，大爷留你条命。这帮恶鬼，先试试成色。你们不就想找吃的吗？拿着东西走，没必要见血。这是我的，滚开！一群废物，他妈的就知道抢肉，把这男的杀了，整个村子的女人和肉就都是我们的了。情报：此刀主人张彪怀藏首弩，准备趁你分心偷袭。此人吃过同伴。你居然是个吃人的畜生，那还留你过年？还敢分心摸我的刀，去死吧！死吧！好快，怎么可能？老大倒下了，怎么可能？他是怎么做到的？我刚刚看他一眨眼就到那儿了，他跑得比山里的豹子还快，他不是人！滚，或者死！饶命啊！饶命啊！他不会有事吧？不会的，他那么强，一定不会有事的。说实话，以刘大人平时表现出来的状态，我更担心那帮流民。怕什么？还有我？有什么用？他们是一群人，我们都要死了！我管你有多少人，大不了一起死。没事了，出来吧。是刘大人。大人，你伤着没有？我能有什么事？一群乌合之众罢了。30多个吃人的恶鬼，他一个人全解决了。
大人，婉清去给您烧水洗洗。今天是30个流年，下次这苦寒山里不知道还藏着多少双眼睛，我得想办法弄到更多的武器和人手，光靠我一个人扛不是长久之计。大人，村口栅栏加固好了。庆功宴难得，让他们放开吃。小莲吐血了，我身上有子弹，有巫术，有人给我下蛊了，我身上也有，不会是瘟疫吧？我的牙也在流血。都给我闭嘴！瞎叫什么？这根本不是什么巫术，也不传染。大人，那这是什么病？牙龈出血，皮下紫斑，这不就是坏血病吗？这帮姑奶奶天天只吃肉不吃菜，维生素全没了。你们这是吃肉吃出来的病，光吃肉青在身体里去了东西，牙就出血，皮就长斑。外面的人啃树皮喝泥水活不下去，你们倒好，肉吃多了吃出毛病来了。赵英，把发病的人先带到8号木屋隔开，别让他们乱跑，这病能治。芊芊，你撑住，刘大人说有办法的。婉清姐姐，我好难受。烧得这么厉害，芊芊她还能撑住吗？还能走动的都去找菜了。让我看看。这身形也太离谱了吧，脸跟个洋娃娃似的，下面这规模都快赶上李思思了，我怎么没注意到有这号人物啊？婉清，这是137太医柱的后人，他比较低调。刘大人，你不认识他很正常。他没事了。大人，这草只能救急，治不了根，要彻底治好他们，必须吃新鲜野菜。但这山里的草有一大半是有毒的，长得跟能吃的几乎一模一样，没人辨认的话，采错一多就会出人命。你能认？我爹是太医署的药成，我从小跟着他学。养蚕苏丝我不会，但辨草认药，我敢说这山里没人比我强。大人，您让我带队进山，我来认，他们来采。好，采药的事儿归你管，需要什么人直接跟我说。我差点死了，他倒好，又盯上新人了。大人，听说你怕冷，给你送床被子。明天采药，你打算先去哪？先去村东边山坡，那边毒草使。聊太晚了，外头风大，懒得走了，挤一挤凑合睡吧。他就这么睡下了，我怎么办？要来了，可我没经验啊，我是拒绝还是？拒绝的话，会不会被赶出村去啊？系统摸，获得能力药理精通，望闻问切及百草药理知识全部掌握。成了，这才是今晚来的真正目的。当然了，手感也确实不错。三七妹妹，这个能吃吗？不行，这是水毒芹，不能吃。唉，找了半天，连篮子底都没铺满，照这样子采到明年也不够啊。获得灵识能力神农视角。方圆10里无毒植物散发绿光，持续10天。整片山都成了我的发光菜市场。都跟紧了，我指哪儿你们就拔哪儿，没指的别瞎碰。大人，这不能乱拔。信我，我的眼睛就算尺。他怎么知道的？每一株都是对的，连我爹都做不到这么准。牙不疼了，手上的紫斑也在退，真是太神了。今天辛苦了，这碗汤里的菌菇是我单独留的，别的碗里没有。谢大人。还有一件事，药3期以后负责全村的草药和看病，为了方便他研究药理，随时应诊。从今晚起，3期搬到我1号木屋来住。大人，我带上你的铺盖，今晚就搬。这是我的位置，你贴墙睡。左边丞相千金握着我的手，右边侍郎织女挂着我胳膊，墙角还贴着太医织女，这日子皇帝来了都不换。大人，木梭子用了没几天又断了，要是有铁剑就好了。厨房那边的刀砍骨头都砍不动，还有盐，仓库里也快见底了。铁和盐这2样是命脉，由官府掌控，光靠自己可缠不了，得想点办法跟外面接上线。
你先撑着，这事儿我想办法。有人在这里生过火，还有马，还砍了树，不会是马匪吧？要真是马匪就麻烦了。马匪可不是流民那么好应付的，那都是一群有组织的亡命之徒。获得情报：6天前四方城商队在此歇脚，7天后返程再次经过。居然是四方城的商队，7天后还会来，要盐要铁要布料，就看这一把了。7天后有商队路过苦寒山，拿山货换盐、换铁器、换布料。真的吗？能换盐、布料，能做新衣服。赵英带30人日制皮毛，巧娘带队打包药材，晚清抓后勤。7天，全村火力全开。这是百年老山参，根须这么完整，就算京城皇宫都千金难求。大人，您怎么知道上面有这个？别问，收好就是。面对那些什么都讲利益的商人，不弄点好东西，单单靠羊啊、鸡啊，是吸引不到他们的。又是灵芝，这是今天第几朵了？神农视角开着，整座山都是我的宝库，哪个值钱拔哪个。刘大人全身上下文武双全，为什么甘当小小衙役？药材够了，下午去打猎。我要火狐皮和白貂皮，商队不抢风才怪。一块石头就打死了，皮子一点没坏。剥皮，下一个。这下子总算够了，明天就是第7天。除了盐和铁，每个人都可以兑换自己的奖品：绫罗绸缎、银子、胭脂水粉，想要什么凭本事换。让开！这仗我扛！我要换新裙子，胭脂是我的，谁也别抢！果然，对付女人，什么大道理都不如胭脂水粉管用。明天一早出发，你们俩跟我走。来了，什么人？这荒山野岭的，怕不是想趁着兵荒马乱的打劫？那你们可真是选好日子去投胎了。你王爷可不是第一天混江湖。别紧张，我们是山里的猎户，攒了点山货，想跟你们换点盐巴铁器。猎户？哪个猎户穿的这么体面？身边还带着2个这等模样的？这2个娘们长得也太漂亮了。不对，先看货再说。行吧，货呢？拿出来看看。居然是火红狐，还有极品人参。这大山里他哪弄来这些东西？不行，不能让他们占据先机。东西嘛倒还行，就是这皮子手法太糙，参嘛年份也差了点，吃点亏吧。5袋盐外加2把柴刀。5袋盐换这种贡品级的火狐皮，这胖子把我们当什么了？好家伙，看到宝贝就往死里压，把我当不懂行情的土包子呢。5袋盐，就这，连我进山跑一趟的辛苦钱都不够。赵英，收东西，咱们走，不卖了。好。等等，先生，您别走，价钱好商量嘛，生意不都是谈出来的？你这小伙子这么毛躁干嘛？我们只是猎户，不懂生意，你去跟懂生意的人谈吧。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说个数，咱坐下来好好谈。谈可以，但你刚才那个价是在侮辱我智商。想要我的货，就拿出诚意来。你们想干嘛？哎呦，我的腰老毛病又犯了！顾三，你他娘就不能挑个好时候犯病？送上门的台阶，这下子该我表演了。你想干什么？他这是腰上旧伤，筋骨错位，气血堵了，再拖下去，这条腰废定了。你还懂医术？山里讨生活，不会点保命本事，早死了。让开！
治疗术启动。不疼了，折磨了我好几年的老毛病一下就好了。原来是神医隐士啊！有眼不识泰山，这兵荒马乱的，确实很多能人都隐居了。这胖子还挺会脑补，不过这倒是让我省事儿。既然认错了，重新谈。我手上的货你吃不吃得下？吃得下，您带路。神医，这些货您全出吗？你能换多少我就出多少。对了，要是有胭脂水粉首饰什么的，我也要。好，快把车上所有的盐、铁锅、布匹全搬过来，连我压箱底的胭脂水粉、金钗玉镯也搬，一根针都别留。神医，这里还有几只金钗和一对玉镯子，算是小的一点心意。行，就这些吧。有件事得提醒您。什么事儿？还有好东西没给我？苦寒山东边大雁山上有个黑风寨，上面100来号悍匪，劫了官府军械，穿着皮甲，拿着钢刀，好几个村子都被他们洗了。您可得小心。黑风寨上百号人，还有官府军械，这根刺不拔，迟早扎进刘家村心窝里。多谢。大人，这一趟够村里用上大半年了。东西够了，可东边有人不想让我们安稳过日子。黑风寨这根刺不拔，咱们睡觉都得睁着一只眼。首饰，我都多久没戴过了？感觉上一次见到首饰是在上辈子。姐妹们高兴坏了。高兴归高兴，别忘了规矩。明天按贡献兑换，谁干得多谁先挑。你们说，今晚我穿这件新做的裙子，能不能把大人的魂勾到我屋里去？做梦吧你！大人身边那几位，哪个不比你会来事儿？估计大人早就被迷晕喽。刘大人不是那种人。眼前这景色不看白不看啊！陈云，这7天你干的活最多也最累，好几次累晕都没吭声。这对镯子是你应得的。这丫头闷不吭声，但比谁都拼。今晚去看看她，聊聊天也好。谢大人。今天白天的镯子戴着好看，这匹料子和胭脂也给你，算你这段时间的额外奖励。大人，太贵重了，我不能要。拿着，你身为陈夫人和钟永侯的女儿拼成那样，这是你该得的。要不是刘大人，我和娘恐怕已经惨死街头，或者被卖进青楼了吧。不早了，我该走了。大人，别走，云儿的屋子也冷。你们两个怎么在这儿？你怎么在他屋里过夜？你自己没屋吗？大人，喝碗粥暖暖身子。昨晚忙了一宿，辛苦了。这两个的黑眼圈比熊猫还重，怕是又蹲了一夜的墙角。一个理直气壮的，一个阴阳怪俏，黑白双煞呀！我昨晚跟云儿聊了聊诗词，她读过不少书，以后村里有用得上的地方。聊诗词，聊一整夜，你会有那个耐心？骗鬼呢！触摸陈云获得被动能力，自己自强，自带微性气场，交涉时对方更容易信服。又摸出个好东西。你当着我的面摸他头发，我再也不理你了。这是后院着火了，不过眼下有比哄女人更要紧的事。大人，这麦穗也太大了，我从没见过长这么好的庄稼，真的2个月不到就成熟了。大人，我们发了！开镰收割。这杆子比胳膊还粗，割不动啊！还是我自己来吧。都看好了，这才叫收麦子。哇！所以他又一个人干完了。大人，5亩地全收完了。
这才哪儿到哪儿？等磨成面粉，让你们天天吃白面馒头，顿顿白米饭。大人威武！大人威武！出粉了！别乱碰，这比珍珠还金贵，弄脏了我跟你急。我就摸一下，这石磨是刘大人做的，又不是你做的。大人，面粉有了，可谁也不会做馒头啊。谁说不会？看着我。三七，去把蜂蜜拿来。大人，给您。就这白面疙瘩能变成馒头？急什么？这叫发酵，明天你就知道。赵英，带人在空地上垒个土窑，下面烧火，上面烤东西。我土窑的形状画给你看。真变大了，比昨天大了1倍。都过来学，搓圆了就行，别搓扁了。以后可就得你们自己喂饱自己了。怎么还没好？我口水都快流到地上了。时间差不多了。好香！太好吃了！一人一个，别急，都有。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肉管供，粮食管供，衣服也有了，这世外桃源算是立住了。可东边那个黑风寨一天不出，这些女人就一天睡不安稳。是时候想办法了。我也要去，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这次进山不是郊游，我要去找石料和武器，以防将来会威胁村子的人。路上全是猛兽，你去了只会拖后腿。你就是嫌我累赘。芊芊别闹了，村里这么多事，刘大人不在，得我们撑着。可是，乖，回来给你带好东西。前面有大家伙，都别动。是野猪！举矛，结阵！一刀，一头猪而已，把肉处理了，扛着走。今晚到瀑布那边安营。这地方居然这么大，之前都顾着洗澡没留意。先把肉放这烤上，我去里面看看。来有用的吧，最近这手气差到没边了。情报：此山体内部是前朝大将军陵墓，墓中机关重重，有剧毒瘴气，藏有大量兵器、盔甲、金银，以及将军毕生所学的兵法韬略。兵器、盔甲、金银都有就够了，还有兵法，我正愁怎么带兵打仗呢。这趟不管怎么样都得进去。这些石头堆得不对劲，像是故意遮住什么。赵英，过来帮我搬石头。这里还有个洞，里面好臭啊！这是守墓人住的耳室，进去看看有没有好东西。跟紧我，别乱碰。这里以前住过人，谁家会在墓室里住啊？难不成是因为大坤逃亡下来的流民？应该是守墓的。这是什么书？全是看不懂的古文，跟鬼画符一样。大人你小心点，这种老墓里什么毒虫都有。石墨玉膏，剧毒，碰到就没命了。触摸兽言录，获得能力兽语，可以听懂并模仿所有野兽的语言。兽语能跟野兽说话，这不等于整座苦寒山的动物都能当我的眼线了？今天手气不错啊！等等，他在说入侵者死，滚一边去，要不然等下抓你去烧烤。大人，您刚才是在跟他说话，他居然还真跑了。大惊小怪，看来是断龙石啊。
砸不开，得找别的路进主墓室。找到了。大人，下面安全吗？不知道，但估计我要的兵器和盔甲就在下面。你们在这等着，我先下去探路。大人，我跟您一起下去，万一受伤了，我能帮上忙。那就跟上。赵英你也来，其他人留在上面。这全是殉葬的人，到底是谁要用将士陪葬？死人骨头而已，踩着走，别停。大人，胸口发闷，喘不上气了，空气太少了。再走下去，他们要憋死在这儿，得赶紧找到出路。这马骨不对劲，别的全烂了，就他还是白的。赌一把。都蹲下，闭嘴，省点气。我去前面看看。触摸前朝神驹踏雪骸骨，获得能一马之力，耐力大幅提升，速度提升500%。先把他们带出去再说。坏了，有机关！趴下！来不及了。大人，您流血了。都别动，还有一波。大人，这样你会死的。闭嘴，给我吸！这剑自己掉出来了，伤口怎么会没有伤口？我爹在太医局当了一辈子差，也没见过这种起死回生的手段。大人到底是什么人？莫非刘大人是传说中的铜皮铁骨之身？单纯农活干多了，皮糙肉厚罢了。多干农活就能这样？那岂不是天底下的农民都能练成铜皮铁骨之躯了？刘大人，你别说笑了。平时叫你们多种点菜，多干点活，跟害了你们似的。农民伯伯都是很强的，好吧？这通道缺氧，你们体力跟不上，留在这里休息。我去前面探探路。可是大人，前面还不知道有什么。就你们这状态，遇到机关就是给我当活靶子，老实待着。这里的弩箭基本都被我扛完了，现在这是安全的。爬得这么辛苦，要是这里面没宝贝，我就把你这儿拆了。这居然是一个将军议事厅，哈哈哈，发财了！这些全都是极品好刀，把这批装备弄出去，村里的武装问题就彻底解决了。这分量，这手感，削铁如泥啊！我的亲娘嘞！我操！这畜生力气真他娘的大，内脏都差点被抽移位了。这么喜欢咬是吧？给你尝尝这个。这尼玛连皮都没破，这什么变态防御？古有秦王绕柱，今有我溜溜溜绕桌。应聘肯定死，得想办法钻回那个盗洞。这是什么东西？这是虎符，系统，给我摸它。触摸前朝镇军虎符，获得神级能力御兽，可通过精神力和武力令野兽臣服，配合兽语使用效果更佳，可以让野兽臣服。好东西啊！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谁才是大小王！孽畜，虎符在此，要么给我臣服，要么给我死！这畜生果然怕虎符，光靠一块牌子镇不住他。今天不把他打服，他迟早反咬一口。不服是吧？老子今天就打到你服！这到底是蛇还是怪物？这个木鲁没得吃没得喝能长这么，居然还刀枪不入，我非要定你了！趴下！趴下！给老子趴下！我最后再问你一次，服还是不服？
彻底打服了。有个这超级打手，以后去哪儿都能横着走。这是陵墓结构地图，连机关和宝藏房都标得清清楚楚。有了这东西，整座将军墓就是我的后花园。上面安全了，都上来吧。蛇，好大的蛇！大人小心！把剑收起来，这是咱们自己蛇。自己蛇？天哪，这蛇腰比水桶都粗，竟然乖乖趴在大人脚下。大人到底是人还是神仙啊？大人怎么还不回来？都好几天了，不会出事了吧？这山上啥东西都有，说不准被大虫给叼走了。闭上你的乌鸦嘴！大虫把你叼走了，都不会把刘大人给叼走。回来了，大人回来了！大人，都出去好几天了，芊芊还以为你不要我们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还哭得像个小花猫一样。大人辛苦了，您这一走，家里的姐妹们可是日夜盼着您平安归来呢。婉清姐姐又在大人面前献殷勤装好人，不行，绝对不能让她把风头全抢了。刘大人是我的。大人，我也给你擦汗，我这布可是专门绣给你擦汗的。这几天你上山辛苦了。停，皮都快被你搓掉一层了。你看看人家婉清多温柔贴心，你再看看你，擦个脸跟搓澡一样。你嫌弃我，你就是偏心婉清姐姐，大坏蛋，我不理你了。刘大人，您是要擦汗吗？我也能给你擦。刘大人，我这有丝绸布，我给你擦。我怎么感觉我这村子要着火了呀？大人，这块里脊肉烤得最嫩，您多吃点。大人喝水，别理他们。芊芊最心疼大人了。芊芊妹妹，大家都是伺候大人，和气些。白天收粮食，晚上众星捧月，这世外桃源算是立住了。都停一下，我有事要说。把家伙都拿上来。刘大人这是要做甚呀？世道动乱，你们不能一味的依靠我一个人来保护你们，你们也要有能保护自己的能力。这些武器是从山里搞回来的，你们挑一件自己顺手。以后你们都要跟赵英习武，我不希望再有匪徒来的时候，你们只能躲在木屋里等死。什么？我们拿武器跟匪徒搏斗？我在府里的时候鸡都没杀过，现在都已经天天干农活了，怎么还要去跟匪徒搏杀呀？只有你们都有自保的能力，能够自力更生，我不可能时时刻待在刘家村护着你们。万一我不在，匪徒来袭，你们就乖乖排队，让匪徒将你们吃干抹净吗？现在都一人挑一把武器，明天就开始训练。我的脚，这兵器太重了，我们根本拿不动，怎么跟土匪拼命啊？不是还有匕首、短刀吗？大人，姐妹们都是娇生惯养的女流之辈，我自幼习武数十年才能有如今的战力。姐妹们哪怕现在开始习武，要是真碰上流民悍匪，那也是屠杀。赵英说的也有道理，指望这帮千金大小姐拿刀杀人不现实，但黑风寨随时会打过来，但又不能没有能打硬仗的队伍。既然人不行，我就换个思路。我拥有御兽和兽羽2项能力，这满山的虎豹豺狼就是我现成的大军。都给我把眼泪憋回去，我有别的办法了。不用练武了。谁说不用你们练了？一样要练，哪怕不能跟匪徒搏命，也要有能自保的能力。大人，那你别的办法指的是？明天跟我进山，给咱们刘家村带回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进山里找军队？刘大人，你说上山找一支军队回去是什么意思啊？难道山中有前朝驻军？要山里有前朝驻军，早就被发现了，你们估计也早被抓走喽。那我们又怎么能在山里找到一支军队回刘家村？狼，有狼，还有熊。这军中猛将不就来了吗？你指的军队不会是指他们吧？刘大人，等一下！你们2个，给我趴下臣服！这是什么情况？哼，这人类竟然会说我们的话，有意思。小不点，
看你会说话的份上，乖乖滚过来给我们当仆人，每天伺候我们吃肉，饶你不死，供我们玩乐也行。毕竟会说兽语的人类还是第一次见。哼，好家伙，两头畜生还嫌弃起人类来了，想让我当仆人。刘大人，你这是在跟他们对话，你能跟野兽说话？不仅能跟他们说话，我还能让他们跪下来给我喊爷爷。大人小心，这两头畜生体型太大了。今天就让你们知道，在这个山头，到底谁才是主子。狂妄的人类，熊爷就拿你加餐，给条活路你走，你不走，那我也不介意将你撕碎。大人快跑！跑！我希望等一会儿他们别跑。什么？好快的反应！这不是人类该有的反应！区区人类，反应再快也得给我拍死！来！用拳头硬扛黑熊的巴掌，大人这还是肉体凡胎吗？放开我！放开我！你这怪物！幻觉，一定是幻觉！人类，我要拍碎你的脑袋！给脸，不要脸！服不服？服不服？服不服？快跑！他不是人类！我不信一个人类能打败我！跑！给我滚回来！服还是死？太可怕了！你就是个怪物！我服，我服！别打了，我骨头断了，我当仆人，我当仆人，我给你弄肉吃，饶了我吧！大人，真是把狼和熊硬生生打服了。这百兽军团的架子算是搭起来了。走，带着两个苦力回洞。呀，这也太香了！都怪你，贪生怕死，要不然我怎么会输给这个人类？你简直是狼中诺夫！我贪生怕死，你没看见那个人类有多恐怖吗？他是速度炮还快，力量跟我一样。你要是稍微有点脑子，我们会沦到这种地霸吗？你有脑子拿起来的时候，你直接咬住他裤裆，我再一掌过去，什么事都没了。而你呢，就只会耍帅，结果被他当成死狗来打。哟，搁这儿复盘呢？继续啊，总结一个复盘结果来，让我听听你们打算怎么报复。您可真会说笑，我们闹着玩呢，我们敬佩您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想报复你呢？对，都给我趴下闭嘴！谁再敢乱动，我扒了他的皮！头要炸了！同时用精神力强行压制他们，简直是把脑子放在火上烤。我的精神力还不够控制兽群，搞不好会被反噬。大人，您脸色好白，我爹教过我穴位推拿，我帮您揉揉。三七，用点力儿。小医仙这手艺是真舒服，可这玩意儿治标不治本，精神力短板不解决，我迟早被那群畜生生吞活剥。上次议事厅只拿了虎符，那位大将军真正的主谋时，我还没进。能御兽的将军，棺材里必有接我精神力的珍宝。怎么了，刘大人？三七弄疼您了？拿火把给我，我要进墓。刘大人，墓中危险重重，我和你一起去。还有我。不行，墓里全是机关和毒气，我能扛住，而你们进去就是九死一生。这两头畜生骨头都被我打断了，现在正虚弱，
你和三七留在这里看门，这把刀上全是我的血迹，他们闻着味儿就不敢乱动，只要他们敢跑，直接拿刀剁了他们。遵命，大人放心去，我定死守此地。按照那羊皮纸的地图，这应该就是主陵室了。这主墓室陪葬品都没有，就只有一个木盒。这大将军也不像是穷人啊，怎么主墓室这么抠？铁门，谁家好人会在墓里造个铁门啊？这么结实，看来里面不简单啊！当务之急还是先看看有没有能预售的宝贝吧。这颜色，极品帝王绿啊！这大将军果然不简单。系统，给我摸！触摸帝王扳指，获得被动光环，帝王之勋，自带君主威仪，野兽本能臣服。真是缺什么来什么。有了这帝王之心光环，我就是野兽眼里的皇帝，再也不怕精神力反噬，百兽军团稳了。傻大个儿，好机会，好机会，什么好机会？趁着那怪物不在这儿，我们把他的女人吃了。吃你的头！好啊，把他女人吃了，那怪物恐怕搜山都搜我俩出来。要吃你吃，我走了。站住！说镇住，你是耳朵聋吗？大人，怎么回事？大人的眼神好可怕，就像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这股威压压得我腿都发软。他怎么回事？他身上散发兽王的气息，我腿不受控制的软了。我告诉你，你们这辈子都跑不掉，乖乖给我干活，会有好日子过。要是有二心，今晚我就把你们炖了。不敢，不敢。明天我就要扫平这古寒山外围，组建一支无敌的野兽大军。你们两个给我打头阵。你要让兽群成为你的军队？大人，这么多狼，我们会没命的。大人，我也绝对将兽群作为我们军队，这种想法不妥。这野兽终究是野兽啊！大人，不是我瞧不起你，虽然我臣服你了，但狼是永远高傲的族群，你想要狼群都臣服你，很显然不可能。你再能打，也顶不住一群狼的饲养。谁跟你说我要动手了？那你就永远别想征服狼群，狼群只认最强者为王。全给我趴下！一句话就全趴下了，这是什么妖术？你们都是软骨头吗？狼群的荣耀呢？不屈不挠的精神呢？这就叫帝王之气。走，继续找下一个目标。大人小心，这野猪王起码有800斤，冲起来连城门都能撞破。小黑，上，给我教教他什么叫规矩。废物！今天状态不好，让我再来一次。吃比谁都吃的人，让你干点事不是腰酸就是腰疼。他冲出来了，连黑熊都挡不住他！大人快躲开！带着你的野猪群臣服我，否则我也不介意加餐。让你丫的顶老子，差点隔夜饭都给你顶出来！哈哈哈哈哈哈哈！重甲冲锋军收编完成。天哪，上百头猛兽竟然真的排着队听大人的指挥！要是带着这支军队回村，别说去黑风寨，就算是县衙的城门，我们都能去踹碎它！大军集结完毕。走，咱们带这群大家伙回村，给家里那帮小娘们开开眼界。这什么鬼天气啊！这杂草长得比庄稼还快，倒是便宜了这些羊。可惜草咱不能吃，要不然咱们吃草得了，还不用下地。
么回事？地裂了吗？那是什么？兽潮！是兽潮冲过来了！兽群怎么会下山？完了，我们都要被踩死了！快，都退回木屋，把门堵住！羊，这些羊都是大人辛苦抓来的，不能便宜了那群畜生！不要管羊了，羊没了可以再抓，命没了就真没了！好什么？都不认识你们当家的了！趴下！这群野兽都是刘大人带回来的，他们居然全都听刘大人的命令！刘大人让他们趴下，他们真的趴下了！大坏蛋，你带这么多吓人的东西回来干嘛？我说过要给你们带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回来，我刘说到做到。这野猪王跑得比军中的战马还要快，要不是赵英姐你抓着我，我估计就掉下去被兽群踩成肉饼了。这上百头猛兽竟然全听大人的号令，有了这支大军，这天下之大，还有哪里去不得？我苏婉清果然没看错人。以前累死累活，现在这些畜生一天干的活比我们1个月还多，可不能喊他们是畜生，他们是刘家军。大人，村里的重活都让兽族包了，姐妹们现在也算有点时间打扮自己了。闲着还不好，不过咱们还得出去一趟。出去？你指的是？在古墓里，咱们虽然没吃亏，但也只探了议事厅和主墓室。那天我在主墓室发现还有一处精品大门，靠人力根本回不来，里面的东西绝对不简单。可那古墓异常古怪，它的机关像是无穷无尽一样，贸然前去怕是会造成伤亡。前几天我还不能明摆控制兽群，贸然前去肯定不安全。但如今控制他们是得心应手，我看那大门还怎么挡我？加上算了算时间，商队应该要再次经过咱这儿。为了刘家村的未来，咱们这次要做一笔大买卖。大人，前面就是主墓室外围的机关阵了。小黑，带着你的兄弟们给我趟过去。那个哥，嘿，王啊，要不你让灰狼或者那群猪去，他们灵活啊。居然真的能行！再险恶的机关，在绝对的皮糙肉厚面前就是个笑话。走，去开门。大人，就是这扇门吗？这门一看就是金刚打造，起码上万斤重，没有工程锤根本破不开。工程锤？老子带的全是活体工程锤！野猪营，什么？给我把这破门撞烂！连我的野猪营都撞不开。这门里面到底放了什么啊？居然连石头野猪都撞不开！里面放了什么不知道，但是肯定都是很宝贵的东西，是准没错。可是打不开就是只能看却吃不着呀！哪有打不开的门？只是还没到位罢了。小黑，一力破万法！野猪营冲锋！开了！这是甲胄。大人，有了这些重甲，我们的护卫队就是正规军了。按照律法，私藏超过5套甲胄就是死罪，可这里居然有这么多。要知道，一个身披甲胄的士兵在战场上就如同不怕刀枪的战神，1000套刀枪不如1套甲胄。若是大坤有此等装备，又怎会亡国？大坤亡国是奸臣贼子作乱，加上18路反王起兵造反，哪怕有这些甲胄，恐怕也会被那些奸臣给卖了。冲锋营和侦察营进来妥，今天敞开了班，把这军火库全给老子运回刘家村。这才是这大将军的主墓室真身，外面那个不过是个障眼法。这大将军估计也没想到会有人能破得掉那铁门吧，所以才把最好的都留在自己身边。放心吧，将军，我会用你这些装备还天下一个太平。书，这里面什么古董金块都没有，除了甲胄就是一本书了。今天触摸机会只有1次，这玄铁棺材里肯定有大将军的贴身神兵，但这本军魂册是他的毕生兵法。现在手里空有一群只知道乱撞的野兽，根本不懂排兵布阵。神兵力气再好，也只够我一个人杀。要是能学会这兵书上的战法，我的百兽军团才算真正天下无敌。系统，看你的了，给我摸。触摸兵书军魂册成功，正在获取能力。你触摸了蕴含前朝冠军大将军毕生心血以及开国帝王意志的兵法韬略军魂册，恭喜宿主灵魂受到帝王意志洗礼，获得帝王之魂。
精神力上限提升1000%，精神力恢复速度提升500%。给力啊！有了这帝王之魂，精神力暴涨，再多的野兽我也能精准操控。冰阵的派兵部署全在我脑子里了。好闹！赵英回村，准备7天后去跟商队交易。刘爷，您这次拿的都是些什么破烂玩意儿啊？这价钱可不好估，最多给您2袋盐，还想压我的价呢？你再仔细看看。刘神医，先前你治好了咱老三，确实很感激你，但你这次的货确实不如之前呀。这些草药也是寻常的草药，不值钱。我倒是有好东西，我甲胄都把仓库给塞满了。问题是你这胖子买得起吗？这小刘啊，看在咱之前多少也有点交情，并且我这商队都是要经过这条道的，给你友情价，3袋盐和2盒胭脂水粉好了。既然你不识货，那我就让你认识一下好货是什么价格吧。小黑，出来见客。小刘啊，我就没啥兴趣看你那村里的土狗了，我还得赶路进城呢，咱们还是快点。黑熊，小黑，给咱们的老朋友讲一下，咱们的是不是好货？刘爷，你说的小黑不是村里的土狗，而是这头熊，你管它叫小黑？对啊，不行吗？小黑，敬礼。这小子到底是何方神圣啊？除了有一手神乎其霹雳术，居然还能驯服黑熊，不能招惹他，绝对不能招惹他！刘爷，神仙爷爷，小的瞎了狗眼，商队里所有的盐巴、铁器、布匹、首饰全给您。神仙爷爷，小的多嘴一句，给你点提醒。哦，给我一点提醒，不是觉得我占你便宜了，想给我放点狠话？不是，我哪有这个胆子啊？除非我不想混了，要不然这条山道可是我的必经之路呀。得罪您，我有什么好处？那你说说，你要给我什么提醒？刘钦在幽州称燕王了，现在北境大乱，流民和土匪到处占山为王，您这山里也不太平，就这么些了，多保重。这世道太乱了，黑风寨还没解决，又来一个燕王，谁知道这环山脉周围还有没有第2个、第3个黑风寨？为了村里女人们的安全，也为了我自己的逍遥生活，必须把苦寒山脉周围的村落全都控制在自己手里，建立绝对的防御线。王，我知道东方30里外有个几百号人的村子，我以前去过那边偷鸡吃。偷鸡？你不说你是狼群的大脑，狼中之霸吗？狼有3级嘛，这饿极了我也没招，还差点被一个姑娘给一箭射死。那鸡也不是寻常的狼能吃的。好，拉上1车粮食和肉，我们现在就去会会他们。站住！干什么的？难道这就是那个差点一箭射死小辉的那个女孩？未免太年轻了吧？别紧张，我来自西边的刘家村，路过此地，想跟你们换点东西。兵荒马乱的，我们没东西跟你换，各自扫好门前雪吧。那马车上有肉？什么？这世道他从哪儿弄来的肉？身边跟着的还都是女人。喂，看你这身板挺结实，东西留下，你以后留我们村里干苦力，每天赏你半个馒头。有道理，年轻人留下当苦力总比在外面饿死强。咱郭家村正好缺年轻人。哟，这几个小娘们长得真水灵，留下给我们暖被窝。放肆！每天赏我一个馒头让我当苦力，还盯上我的人，你们是不是有点不知死活了？这小子说什么？说我们不知死活？别搞错了，我说的是一天给你半个馒头，可别想多喽。带着几个女人满山跑，我们愿意收留你们已经是对你们仁慈了，还装起来了。住嘴！这位大哥，我们村里的人可能冒犯到你们，但我们确实没什么东西跟你换的，请回吧。玲儿，让他走，他那马车上有肉啊，把肉抢过来，我们几个月没闻过肉香了。是啊，他势单力薄，就带着几个女人，我知道你心软，没事，我们下手。小子，生气也不用吹口哨来耍脾气呀！耍脾气？希望你一会儿还能这么说。狼嚎？狼怎么会在这大白天的出现？
多了，完了，快跑！是兽潮！不对，这群野兽是他控制的。还觉得我是势单力薄吗？看在同为苦寒山山脉的人，我才来跟你们结交，否则我能让你们在一个晚上就被我的百兽之君撕碎。我的老天爷，你到底是何方神圣？每天赏我一个馒头，还想留我的人暖被窝。大爷饶命，主宗饶命啊！我嘴欠，我该死，我张嘴，我也张嘴，我不该冒犯你的女人，我张嘴。他肯定是狼神大人，狼神大人显灵了，求狼神大人赐我们一口肉吃。狼神大人饶命，狼神大人救命啊！狼神，快！这是狼神大人的恩赐，吃完都给我磕头，听到没有？是肉，真的有肉吃了！多谢狼神大人救命之恩！多谢狼神大人显灵！多谢狼神大人显灵！他居然真的把这么珍贵的肉白白分给我们，他到底是什么人？难道传说中能驾驭百兽的狼神真的存在？这村子到底怎么回事？年轻人也不少，甚至还有猎人。虽说苦寒山的野兽比较凶狠，但怎么会连口饭都吃不上？郭村长，小老耳在，狼神大人有何吩咐？带我去你们村的田地看看。是，大人这边请。狼神大人，正如我跟你所说，我们这地是越来越不行了，上面长白毛，庄稼种下去全死光。要是灵儿带队上山打不着猎，全村都得饿肚子。哪怕是有经过的商队，我们也没有东西能跟他们交换大米。每次上苦寒山都是九死一生，久而久之，大家都开始绝望了。这味道怎么有点咸涩？触摸贫瘠的盐碱地，获得情报：地下3尺处存在一层岩矿脉，储量巨大，附近半生碱茂草是山羊最爱食物。我的个乖乖，地下竟然是巨大的盐矿脉！在这个世道，盐可是硬通货啊！老子这下彻底发达了，得随便找个借口忽悠他们挖出来。狼神大人，怎么了？郭村长不用愁，我夜观天象，算出这片地底下藏着老天爷赏的宝贝，只要挖下3尺，便能见分晓。夜观天象，可现在是白天呀，地底下除了泥巴和石头，还能有什么宝贝？你别是拿我们寻开心！闭嘴！狼神大人的话你也敢怀疑？我一时口快，我的性子就是这样，你别生气。没事儿，直性子好，直性子没有心机。还愣着干什么？没听见狼神大人说什么吗？那家伙给我挖！等一下，狼神大人怎么了？忘记我跟你们交代过什么了？想跟着我要执行什么？纪律有战攻城。去吧。村长，这都挖了2尺了，连个树根都没有，哪来的宝贝啊？就是刚吃进去2口肉，全耗在这破地里了。别废话，狼神大人说有就有，继续往下挖。哎呦，挖到硬石头了。这石头怎么是白色的，还会发光？是什么东西？你倒是说话呀！咸的，是咸的，是盐！我们挖出盐来了！老天的是盐，我们有救了！开眼呐！老天开眼啊！狼神大人救苦渡难，狼神大人显灵，我们郭家村以后给您当牛做马。竟然真的挖出盐了，他没有骗人，他连地下藏着什么都知道，他绝对是神仙下凡，我竟然还敢怀疑他。郭家村以后世世代代给您当牛做马。这郭家村的人心算是彻底拿下了。有了这巨大的盐矿，郭家村以后就是我刘最稳固的后勤基地。狼神大人，咱们明天就把全村人叫上，掘地1万尺，大挖特挖，拿盐去换粮食。没错，咱们终于有饱饭吃了。这盐矿只能少量开采，自己村用。啊，大人，守着金山不挖，这是为何啊？大肆挖盐，消息一旦走漏，外面流窜的农民和山匪会怎么做？是小老儿短视了，差点害了全村。那这可怎么办？总不能守着这金山啥也不干吧？粮食我刘家村管够，条件是你们郭家村以后什么都不用干，专门给我养羊，羊就吃地里的碱茂草。狼神大人，您不但给盐，还白送粮食和羊，您就是我们郭家村的活菩萨呀！我们全村500口人，以后就是您最忠诚的仆人。他不仅有通天手段，
还处处为村子着想，这样的男人世间少有。不，他不是男人，他是上天派来拯救我们的神。刘大人呢？怎么就你一个回来了？大人让我回来通知你们一声，在东边30外收服了一个500人的村子，还挖出了巨大的盐矿。大人太厉害了，有了盐矿，咱们刘家村以后什么都不愁了。是啊，大人真了不起。我只会织衣服，看来以后能帮上大人的不多了。大人最近要先把郭家村稳下来，刘家村的周围，他安排了野猪冲锋营和灰狼侦察营保护。有什么了不起的？都去了好几天了，连个人影都看不见，就是个大骗子。哼！芊芊，你猜那郭家村的村长会不会把他村里漂亮的女人都送给大人，以此来留住大人？毕竟大人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我就知道那个大混蛋看上别的女人了，他不要我们了。别哭了，男人嘛，一时被山里的野花迷了眼。咱们赶紧给他做几件新衣服，带上肉干送过去，提醒他家里还有人等着呢。对，我要让他知道，外面的野花哪有家里的香。巧娘，叫我做衣服，我要亲手做给刘大人。哼，山野村姑也想跟我争宠。芊芊这丫头正好去探探路，等刘大人回来，我会让他知道到底谁才是那个能站在他身边的女主人。灵儿，这大晚上的你跑我屋里来干什么？狼神大人，我给您送洗脸水来了。这姑娘咋了这是？虽然给我起了个狼神大人的称号，总不能真把我当成狼了吧？我又不会吃了她。爷爷让我今晚来侍寝，我该怎么办？他会不会直接把我羞死人了？你抖什么呢？你上山打猎的时候也这么抖的拉弓射箭吗？把你的手伸过来让我看看。狼神大人要看我手做什么？这老茧都快赶上我了，他肯定在山上吃了不少苦头。你以女子之身保护村子，吃了不少苦。这紫草膏你每天涂在手上，过几天咧口就好了。这些东西算是我对你保护村庄的嘉奖。他竟然没有强迫我，还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他是在尊重我，心疼我。狼神大人，灵儿愿追随您一生，为您做任何事。狼神大人，您这是？以后别叫狼神大人了，从今天起，乖乖叫我刘大人。刘大人。都吃饱点儿，吃饱了肉才多。灵儿，我看是你吃饱点才对，要不然该长肉的地方也不好。刘大人，你真坏！大人，苏总管让送来的包裹和信。晚清送来的。呸！这盐不要钱啊，齁死老子了！怎么这么浪费？这腌肉干也不是那么撒盐的呀。这绝对是林芊芊那个小醋坛子干的。你回去告诉苏总管，就说郭家村的羊奶又白又甜，我喝的流连忘返。等我办完事儿，就回去好好收拾他们。大人，你这一走，会不会就把灵儿忘了？你那村里有那么多曾经的千金小姐、名人贵妇，而我只是一个郭家村的猎人。傻丫头，你可是我郭家村的总管，以后这儿的盐矿和羊群全交给你打理，你就是我在这里的眼睛和手，我怎么会忘了你？灵儿一定帮大人把村子管好，绝不让你失望。你这个大坏蛋，手都回来了，我还以为你被外面的野花迷了眼，都认不得路回来了。外面的野花再香，哪有我们家小芊芊香啊？大人辛苦了，家里的姐妹们可都日夜盼着你平安归来呢。哈哈哈哈！今晚开篝火晚宴，把最好的肉都拿出来，咱们不醉不归。好消息，好消息！咱们在山上挖到上等赤铁矿了。
这里就是上等赤铁矿，旁边还有石灰石溶剂。铁矿？这荒山野岭的怎么会有铁矿？大人，奴家夫家3代都是官府的铁匠，这选矿、建高炉、炼铁的活，奴家全懂。我操！你不早说，我看你这体格一直以为你是杀猪的。我这工匠之后，从小就跟着我爹打铁，自然就比较壮实点儿。好，张巧凤，从今天起你就是刘家村的工房总管，要人要东西随便提，我要最短时间内看到咱们自己造的铁器。大人，我错了，肉干是我故意多放盐的，我就是吃醋了，看不得你被那村姑给迷住。大人，也是我格局小了，不该吃醋，给芊芊出气整蛊大人，请大人责罚。既然都知道错了，那今晚我可得好好惩罚你们两个，谁也别想跑。如今我已收服了狼、猴、豹、黑熊、野猪组成的百兽军团，加上小白那条刀枪不入的变异巨蛇，咱们的战斗力足以横扫北境山匪。大人，您组建这么恐怖的军队，难道是想去争霸天下？让郭家村的猎人穿上甲胄，配合百兽军团攻城，确实可行。大人，我愿和大人一起攻入京城，重铸大昆荣光。我不想当什么皇帝，我组建这支野兽大军就是为了守住咱们的家。谁敢来惹你，我就让百兽把它撕成碎片。大人威武！光是咱们仓库里的10大箱金银珠宝，就足够买下半个县城了。跟着大人，我们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财宝再多也得有命花，黑风寨这根刺还没拔，接下来我得好好研究研究，怎么让这帮野兽打仗。这军魂册我已经倒背如流了，可上面全是教怎么指挥人。我这满山的熊和猪摆什么鱼鳞阵，瞎指挥非自己踩死自己不可。唉，总不能叫小黑穿上甲胄，骑着野猪王去冲锋吧？六弟万岁！不对，扯远了。黑风寨还没解决呢，怎么就想到称帝去了？再说了，按小黑那体和甲胄他也穿不进去。有机会改良一套甲胄，专门作为黑熊精英小队，倒是可以考虑一下。看来得找个懂兵法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明天去问问这帮大小姐里有没有懂行的。今天找大家来，是求个良策。谁能训练我的百兽军团，我封他做军师，长最顶级的绸缎和银镯子，还能随时进我屋里汇报。思思，这么快你就有计策了？大人，这简单呀，让狼往东跑，就在东边扔块烤肉，这不就行了？敌人会给你时间在阵前摆烤肉吗？退下！我命令狼群用不上美食计。我有办法，那就让他们上去随便咬呗，反正他们那么凶，我看田里有只大灰狼和大黑熊，天天在那没事就打架呢。芊芊，军队最重要的是纪律。果然还是我想多了吗？看来这群大小姐里没有能派兵部将的。赵英也只是武艺高超，论指挥还是差了点。我有办法，让野兽随便咬，那还要主将干什么？大人，奴家花月影，这是舍妹花月奴，家父是前朝镇远将军。黑熊皮厚，该当盾牌；野猪冲劲大，该撕裂敌阵，必须因兽制宜，且不可用人的阵法排兵布阵。好一个因兽制宜，说的太对了。从今天起，你们姐妹俩就是刘家村的左右军师。大人，正如奴家先前所说，黑熊当盾，狼群当斥候。这将门之后这么懂战术，要是我用系统摸他一下……大人，你这是做甚？触摸江门虎女，获得能力战术推演，脑内生成虚拟沙盘，可大幅提升指挥能力。虚拟沙盘，这能力绝了！我现在就是天生的战神。大人，你这是……你们的战术有漏洞。什么？如果敌人在侧面放了陷阱，狼群冲过去就是送死。那该怎么办？先让猴子潜入，破坏陷阱，再让黑熊分成3排，举着石板轮换进攻，这样既能防守，又能不断推进。这3排轮换之法，连我爹爹都未曾想过，大人简直是神将。通了，一切都通了。
军魂册并非只适用于人，只要野兽也不带相应的功能，那么百兽军团的潜力无可限量啊！那两个狐媚只气死我了，大半夜不睡，头凑那么近，肯定没安好心。我再问你们，如果敌人在高处放箭压制，我们怎么冲？让黑熊顶着石头抵挡高处的箭矢冲。速度太慢，伤亡太大，我们不用在地上硬扛，我们要建一支空军。空军？那是什么军种？闻所未闻。让老鹰从天上对他们的弓箭手进行毁灭打击，猴子骑着野猪带虎冲锋，狼群骚扰，黑熊作为精英收割，这叫立体打击战术。能指挥飞禽从天而降，这战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跟着大人，何愁不能横扫天下？明天我们就上山扩充我们的百兽军团。等百兽大军练成，第一个就拿黑风寨开刀。月影，我考考你，这军团的具体编制该怎么弄？大人，我们要把野兽细分为5个军团：野猪、野牛、皮厚、力大，做重甲冲锋军；黑熊当肉盾，做重甲护盾；狼群速度快，当斥候游骑军；再配上毒蛇、猴子做奇袭的杂军；最后还要找飞禽做空军。专业，但现在黑熊太少，在山上逛了半天，连根鸟毛都没看到。大人，我们可以先去抓野牛，野牛是群居的，抓一群回来，重甲冲锋军就彻底成型了。王，东方山谷那儿有一大群野牛。哈哈哈，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全军听令，朝东边出发。太好了，这么多野牛，咱们全抓回去，到时候不用黑风寨找上门，我们主动去剿了他。狼群听令，给我下去围着他们跑，把他们往死胡同里赶。冲了！他们进套了，大人，我们快跟上！这野牛王的冲击力太恐怖了，黑熊根本挡不住。擒贼先擒王！畜生，看拳！你们还有谁不服？要么就一起上，否则这就是你们的下场！天哪！大人这一拳竟然直接把那上千斤的野牛王打晕了，简直就是霸王在世，太帅了！大人神威，牛群已降，重甲冲锋军初步成型了。哈哈哈！今晚就在这山谷安营扎寨，让狼群去抓几只落单的猎物，晚上咱们吃烤肉庆功。谢了，这山里的夜风确实凉。大人，咱们今天包抄计策的位置，要是再往前一点，黑熊就不会被撞退了。只有实战才能检验阵法可不可用，纸上谈兵终究是设想。触摸青钢岩，获得情报，地下3尺埋藏有地火菌，食用后可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人体的抗寒能力。抗寒的地火菌，好东西，等带回去给婉清和芊芊吃了，冬天他们身子暖烘烘的，晚上睡觉抱着岂不是爽翻了？先别光顾着纸上谈兵了，这地下3尺藏着不怕冷的宝贝。2位小军师，赶紧拿铲子给我挖宝去！挖宝？大人，这蘑菇可不能乱吃呀！味道还不错，浑身都热起来了。你们俩也尝尝。真能吃吗？我还会害你们不成？这是地火菌，能暖身子的。这山谷夜里太冷了，别等下着凉了。哇，好暖和，好舒服，感觉像吞了个火炉。大人，我有点困了。这地火菌效果真猛，这荒山野岭的，左拥右抱，这趟出来真值了。找了一天的空中统帅，自己送上门来。好大一只鸟，它的翅膀得有5米了吧？速度居然这么快，连底下的狼群都没反应过来。这等猛禽若是能收为己用，我们便有了真正的空中眼睛。但它常年盘旋高空，极难捕捉。正合我意，这天空霸主我要定了。去，带着你的小弟顺着他飞的方向给我找，挖地3尺也要把他的老窝找出来。这扁毛凶兽真会挑地方，悬崖这么陡，连猴子都上不去。大人，不如我们用带火的弓箭往上射，把它逼下来。不可，火箭射程未必能到。退一步说，就算射中了，火势一旦蔓延，鹰巢里的雏鸟和鹰蛋全都会被烧毁，
我们收复空军的计划就彻底泡汤了。那怎么办？总不能在下面干瞪眼吧？要不放几只野兔当诱饵，引他下来，再让兽群围击。这等猛禽生性警觉，发现地面有兽群埋伏，绝对不会轻易落地。别吵了，诱饵没用，火攻不行，那就硬上！你们全都在下面等着，老子今天就算徒手爬，也要上去把这只大笨鸟的毛给拔光！大人不可，这悬崖少说有100丈高，石壁又滑，猴王都差点摔死，万一摔下来真会没命的。大人三思，你是姐妹们的希望，怎可以身犯险？万一你出了什么事，就没有老子降不服的野兽。等我把他打趴下，给你们当坐骑。我去！大人，小心啊！这破石头真脆，等老子上去，非把这鹰窝拆了不可！大人，小心背后！刺客营，给我拖住他！喂，你全家在我手上呢！大人，系统，给我摸！触摸铁翼苍鹰，获得能力鹰眼，动态视略提升500%，能预判高速物体运动轨迹。来得好，有了这鹰眼，这畜生的动作在我眼里就像慢放一样。大畜生，到我了！要么臣服，要么死！你这翅膀这么大，做成烤鸡翅肯定好吃。哈哈哈哈！有了鹰王，老子的海陆空3军总算齐全了。大人，咱们现在足足有500头猛兽，这阵仗就算是千军万马来也得绕道走。大人，这野兽军团成型了，我们终于可以在这乱世立足了。全体都有，目标刘家村，咱们回家。你动了，你动了！姐妹们，快往空地跑！都别怕，快看，是大人带着他的大军回来了。他简直就是山大王！这趟出去，竟真的拉起了一支百兽大军。这下子真是古寒山里称大王了。古寒山里的大王，不，有了这500头猛兽，我看这天下谁还敢动我刘家村一根汗毛！今晚开宴庆功。走正门不行吗？大半夜翻窗户干什么？这不是兵法中所说的夜袭敌营吗？大人，你在胡说什么呢？你是不是喝多了？2位军师为我排兵布阵，劳苦功高。今晚这庆功宴结束了，我特意来给你们捏脚放松，这可是帝王级的待遇。大人，你这个登徒子，快放手，我腿都软了。好，那就让姐姐先来。你们大人昨夜跟2位军师探讨兵法到天亮，想必花费了不少体力。这是我特意熬的浓参汤，快补补吧。这酸味隔着10里地都能闻到，这2个小粗坛子必须得顺着毛捋。大人，你这是……军师再怎么出谋划策，那也是外人。婉清，你才是我刘家村真正的女管家，芊芊更是我的心头肉，谁也替代不了。这还差不多，算你会说话。小辉，你怎么了？小辉，醒醒！西边50鲁外的李家村遭遇悍匪围攻，狼群里的3头探路狼都被射杀了。什么？李家村要是沦陷，用不了多久就会到郭家村。你们先把他带去疗伤。那大人你呢？敢动我的狼，老子要他们拿命来填！大人，那帮土匪敢杀我们的斥候，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百兽军团的厉害。大人，李家村的地形我最熟悉，我给你带路。你瞎凑什么热闹？郭村长不是说你染了风寒吗？我把消息告诉郭家村，是要你们做好防备，不是让你们参战。李家村我去过，我就是要在前面带路，就算死我也要死在你身边，你休想把我丢在村里。真拿你没办法，等会儿你就跟黑熊待在一起，他们会保护你的。大人，我能帮到你的，不要忘了郭家村还有我。气死我了！生着病还要跟大人共骑一头血，真是太会耍心机了。全军出击，目标李家村，
杀！老东西，再不把藏着的粮食交出来，老子今天就把这村子屠得干干净净！先拿这寡妇开刀！大爷饶命啊！村里真的1粒米都拿不出了，这饥荒年我们哪来多余的粮食啊？没有，那就只好拿你们来当粮食了。鲜嫩的开始吃。大哥，我求你了，放过我们吧！我们都已经瘦成皮包骨了，不好吃的。好不好吃，试了才知道。怎么回事？好多山中猛兽！这小子为什么能骑在黑熊背上啊？就是你们在这残杀无辜百姓！哈哈哈哈！笑死老子了！慌什么？估摸就是以前京城里给达官贵人做表演的驯兽师罢了。看着唬人，实则他那些野兽全都是怕人的。弟兄们，擒贼先擒王，骑兵跟我冲，把那小子剁成肉泥！这群畜生就是咱们晚上的下酒菜。那就看看谁才是下酒菜吧。大人，这帮土匪死到临头还敢猖狂，让黑熊军团碾碎他们！不知死活的娘们儿和臭小子，今天就让你们看看黑风寨铁骑的恐怖！杀！不自量力，铁翼上！什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老鹰？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区一个驯兽师，怎么可能连天上的畜生都能驯服？老大，这群畜生不对劲儿！这群畜生会听命令！什么？他能命令这些畜生？撤退，都快撤！遇上鬼了！回寨子喊人！回！今天你们一个都跑不了！我说的，铁翼，不死不休！杀！不，等一下，小兄弟，有话好说啊！我跟残害百姓的畜生没什么好说的。落。好啊，老大死了！百兽军团出击！救我！真是神仙下凡，多谢大人救命之恩。李家村上下600口，以后给您当牛做马。感谢神仙下凡，多谢救命之恩。恩公大恩大德，小女子无以为报，只求能留在恩公身边，做牛做马都行。做牛做马，这李家村真是个风水宝地。这俏寡妇逆来顺受的气质，比千金大小姐还勾人。做牛做马就不必了，以后安心在村里干活，我可以庇护你们。但从今天起，李家村归我管辖，所有人必须遵守我的规矩。谁敢有二心，地上的土匪就是你们的下场。哟，大人出去打个土匪，怎么还顺手牵回来2朵娇花呀？连拖油瓶都带上了，真当咱们刘家村是收容所了？谁是娇花？我是能拉弓射箭的烈士，而不是只会吃喝拉撒的千金大小姐。你什么意思？你这村姑在阴阳谁呢？整个刘家村的羊都是我喂的，谁是没用的千金大小姐了？谁反应大，我就说谁。我撕了你这野狐狸精！既然进了刘家村的门，以后就是自家姐妹。只是这后院的规矩，还望2位妹妹尽早熟知，莫要乱了分寸。行了，说正事。从今天起，郭灵儿管郭家村，李若水管李家村，但最终所有物资调度全凭婉清做主。凭什么？她一看也是曾经大坤里的贵妇人，我凭什么要听她的？那你听不听我的？听。若水见过婉清姐姐。
他凭什么也端着盆进来？今晚明明轮到我伺候大人洗脚了，我是大人亲封的总管，过来伺候大人洗去风尘，天经地义。大人莫怪，姐妹们知道你在外拼杀辛苦，都想尽一份心力。这6盆水，大人看先用哪一盆？好家伙，这哪是洗脚，分明是逼我翻牌子啊！这火药味要是压不住，今晚这屋子都得被他们掀了。既然都端着水进来了，还争什么？今晚，你们全留下伺候。白天在李家村屠那帮土匪的时候，我特意让小黑留了个活口绑在后山。黑风寨这颗毒瘤到底有多深？今晚必须摸个底朝天。杀了我吧！别再让那群畜生折磨我了。他们不是人，他们拿我当球玩。他们本来就不是人。你想问什么就问吧。我怕你骗我，不用你说，我自己看。获取情报：黑风寨大当家黑旋风手使500斤开山斧，寨中有500多名悍匪，有3架射程300步的重型床弩。3架重型床弩射程300步，这他妈是兽城用的重炮啊！要是带着兽群硬冲，这几百头野兽还没靠近寨门，就得被钉死在半路上。昨晚我审了一个黑风寨俘虏，黑风寨不仅有500人，还有3架射程300步的重型床弩。重型床弩，那是连城墙都能射穿的杀器，血肉之躯怎么挡？怕什么？把野牛和野猪的皮甲加厚，直接从正面碾过去。敢在他们上弦前踏平寨门？不可！黑风寨上山只有一条窄路，兽群根本摆不开冲锋阵型，硬冲就是去送死。谁说我们一定要从地上走过去？今天我带你们去天上看看。别怕，睁眼看看脚下，天空很美的。月影，看清楚，左边箭塔，右侧山壁平台，聚义厅房顶，这3架床弩交叉覆盖了所有上山的路，防守的如同铁桶一般，强攻确实毫无胜算。如果是硬碰硬，当然不行。那如果这3座塔楼他们自己塔了呢？我们从后山悬崖底下挖出一条通到3座塔楼的下方的地道，把他们的地基全部挖空。那到时候不可能，山体全是石头，挖到何年何月，动静怎么掩藏？大人，这就是你说的让他3座塔楼自己塌掉的办法。你的智慧可不会干出这种事呀！这不是相当于敲锣打鼓告诉敌方我们要来了吗？谁跟你们说我要用人力了？穿山甲，百兽军团里的穿山甲虽然不多，但当这个钻头足够了，猴群用藤筐运土时，我会在天上用鹰眼给他们指引方向。让穿山甲去挖地道坍塌敌营塔楼，此计前无古人，可行性极高。3天后深夜，总攻黑风寨。他娘的，下面什么动静？耗子吗？去看看，别出了岔子挨大当家的罚了。大人，暴露了。小白，动手。动手！援军冲锋！怎么回事？这群畜生发疯了吗？百兽军团，随我冲锋！废物，全给我退下！好大的力气！哪来的乳臭未干的小子？靠几头畜生就想灭我黑风寨？老子纵横北境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哼，我是来送你上天的人，要他下盘！畜生就是畜生，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不堪一击。小子，真是多谢你大老远的送这些畜生来给我加餐了。为了感谢你，老子亲手把你的肉一片片的给切下来。绝对的力量，巧了，我这人最喜欢跟人拼力气。
这身力气是怎么回事？再来，不是力气大吗？毛头小子，别太狂了，给老子死！大人小心！就你还想杀我？做梦去吧！这不可能！单手借我全力一斧，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怪物？我只是一个讲规矩的村长，像你这种危害百姓的土匪，就给我下地狱吧！大当家倒下了，这人是个妖怪，快跑！一个不留，把他们的家底全给我翻出来！这黑风寨居然已经在造铁甲了，虽然工艺很粗糙，但也能抵挡寻常武器了。还好提前铲除了，要不然这也是天下的一大祸害啊！大人，我们发了这些粮食和金银，足够村子吃用数年，还有这么多制式兵器。把这些铁甲和强弓全搬回去。走，我们去后院看看。黑风寨已灭，从今天起，你们跟我回村当村民，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我保你们衣食无忧，不再受辱。多谢大王救命之恩，我们愿意当牛做马。出去洗把脸，换上干净衣服，明天一早我带你们回家。大丰收，大人带着金山良山回来了。大人，这次缴获是多，但这些从土匪那儿弄来的铁甲太笨重粗糙了。虽然防御性比甲胄高点，却比甲胄笨重太多了。谁说穿不上的？铠甲为什么只有人能穿？这个问题我之前就想过，觉得不太现实。可现在，大人，你的意思是，如果给我这百兽军团全都披上重装铁甲呢？这乱世，准备好迎接真正的钢铁之王吧！